当得知有几天的小长假时，当然不能让它白白溜走，必须充分利用。前一晚的凌晨12点，我们便已整装待发，准备一口气驱车500-600公里，直奔阳朔的方向。然而这一路并不平静，中途突降暴雨，整个旅程的节奏被迫放缓。尽管如此，没多久雨停了，虽然不能说晴空万里，天依旧黑沉沉的，但旅途必须继续。大概在服务区休息到了早上7-8点，我们再次启程。这段旅程终于开始展现出别样的风景，连绵的山丘、清澈的蓝天和朵朵白云令人心旷神怡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车子出了点状况，显示屏上突然出现了制动系统和 ABS 系统的故障警告，着实让人有些不安。要知道，我全程都是使用定速巡航行驶，减少疲劳感。不清楚问题出在哪，可能是因为行驶时间过长，或者我频繁调整方向盘上的速度设置吧。这辆车着实给我带来了不少惊喜。关于更多的惊喜细节，留在下个视频为大家揭秘。终于，我们抵达了阳朔区域，正巧碰上了低空经济飞行的活动。此次活动由中国飞行器研究所研发的中大型飞艇亮相，让人耳目一新。活动的主题是玉龙河挺进低空经济，相约最美漓江。这是载人飞艇的首架交付仪式。哇，来桂林第一站就能看到飞艇了，太有意思了！在后面，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为期4天在桂林的这个探索吧。看到这样的飞艇，真的勾起了童年的回忆。小时候觉得这种悬浮在空中的庞然大物总是让人心生向往。由于长途跋涉了500-600公里，我们的车也该加油了，于是我们来到了阳朔的一家加油站，加了将近400块的油。然而让我有点失望的是，景区内的加油站竟然连1分钱的优惠都没有，也没有赠送水或者纸巾，真是出乎意料。桂林第一站吃米粉，看来这种地道样子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这家店名叫红日桂林米粉，一看就非常地道。最让人惊喜的是价格，起步价只要6块，加个鸡蛋也不过2块，算下来我们2个只花了14块钱。简单享用了米粉后，由于驱车一整夜，我们急需休息，便入住了一家名为7间房舍 Seven House 的民宿。顾名思义，这里只有7间房。这酒店是6月份开的，所以还是非常新。这边一看，类似一种万风林的喀斯特地貌，有好几个房间是属于 DIY 建筑设计。10个小时车，10点钟到现在12点，刚刚吃个饭，终于到了。你看我现在衣服都脱了，就是因为太热了。已经入住酒店了，在后边非常的山野。今天第一天就是这个样子，待会飞一下穿越机，效果应该非常不错。现在太热了，赶紧休息一下。抵达后，我们直接倒头大睡，直到下午5点钟才醒来。醒来时，夕阳的余晖洒满大地，美不胜收。我在民宿草坪上拿出了我的 Avatar 2无人机，飞翔于周围那些喀斯特地貌的小山丘之间，穿梭自如，别有一番趣味。唯一的小烦恼就是蚊子有点多，但也无伤大雅。民宿的老板见我飞无人机很感兴趣，便向我展示了他那架有点炸鸡的 Mavic 2。其实挺怀念，我第一次我买这个都是18年的时候，这个当时就觉得很棒了，当时已经觉得画质很棒了。我感觉我们是电池损掉了。我看看你这个，这摄像头也没有损坏啊，摄像头看黑了，已经黑掉了，可能是应该是线之类的摔断了，估计的。这狗啥品种啊？法国斗牛犬，我最喜欢这个。它好像还是很小啊，也没多大，几个月这个4个多月。哎，又好了。你这个就不用修了，还可以飞呀。正常飞的，你们让我拿出去，你看嘛，正常飞的。虽然信号影像丢失了，但经过重启，竟然还能继续使用，无需修理。说到这里，老板家的小法斗也特别可爱，才4个月大，耳朵比身体还大，总是跑来跑去，萌态十足。晚餐时间，我们尝试了当地牛八宝火锅。所谓牛八宝，就是牛的8种内脏。火锅10块钱，加上锅底20块，2道菜一共计116块钱，味道还是不错的，酸辣爽口。不过可能是吃的太辣了，刚才吃的那个牛八宝吃的太辣了，然后现在肚子有点感觉很热，所以来这个桂林阳朔本土的这个奶茶尝一尝，桂花米酿奶茶15块钱，价格还是
一点都不轻盈的。哦，谢谢。晚饭后，我们顺道逛了阳朔的西街，热闹非凡，人头攒动。晚上来这边西街转一下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你看这个小山在这下面。然后今天第一天到此为止，我们下一期就是第二天再说。对，就这样愉快的一天画上了句号。每次长途赶路的第一天总是格外漫长，但当到达目的地后，一切都显得值得。期待下一期视频再见。